大家好，这里是老虎钳工作室，我是老大，我是 GT。那今天这集是我们2022年的第一支影片。对。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讲 Prusa Labs 释出最新2.4版本的 Prusa Slicer。对啊，虽然它不是今年初刚更新，它其实去年底就更新了，但我觉得今年年初的时候，我们在用 Prusa 的时候，其实就可以用新的切片软体。重点不是用这个软体，而是要看它有什么新的更新啊。那对于一般使用者来讲，会有什么样大的提升，甚至它有什么样很多新的功能，可能以前在其他平台有，我们都很羡慕流口水，现在它也引进到这个 Prusa Slicer 里面了。重点是小白老师，对，他在今年初也讲说，一样的切片的时候，他觉得Prusa Slicer 的切片其实会比 Cura 好一点点。真的会有这个现象吗？反正我不知道，但是小白老师已经开始学 Prusa Slicer 了。终于有人加入家庭。对 ，Prusa Slicer 小宇宙，那我们开始吧。好，那首先，那我们今天呢会挑4个比较大的功能。对，那如果还有其他大家想听的，我们可以再增加，慢慢补上去对。那第一个功能是增加颜色。那这个功能主要来讲，还是需要有一台 MMU Prusa 以外，你还要有多色多材料列印的 MMU2。对，所以列表机、音表机这边我们应该要先选 MMU2 对这个选项。OK， 那选好之后呢，我们先可以汇入一个 model 进来。它里面有个 Gallery 模式，像里面有一只兔子，可以直接用。那 MMU2 如果大家之前有稍微接触的话，应该知道，就是我们的多色列印必须要是拆件丢进来才有办法做到多色。对，意思就是你如果今天要找一个你想要印一个东西是多色列印的话，你一定要在汇出成 STL 档的时候就必须要先拆件，或者是对，或者是你下载到的档案一定要是拆件好的。这样就其实对于如果想要列印上会有一些麻烦的地方是说，这个档案我很喜欢。可能是一个钢弹模型，可能是一个网络上看到的一个模型组，或者是它可能只是一个工具，但是你想要做分色，那这样的话你要分色就变得很困难，因为它已经是 STL 档了，对你而言编辑上不会这么方便。那它这边就提供一个简易的上色方法，就是你直接在表面上上色。对，好，所以首先如果我们汇入一个单一模型的话，在左边这边有一个调色盘，点进去之后，我们先选择我们喜欢的颜色。假设我们在第一个线材的位置，我们先选择了黑色。OK， 那我们选完之后会发现，我们在这边 First Color 这边会有 Extruder One 会变成黑色。对，那这边可以同时用2种颜色，黑色要用左键，第2种颜色要用右键。所以我们现在黑色如果好的话，我们上去。如果你这种 Brush 的这个功能，在这边 Brush 的功能的话。那你涂起来就是用一颗球这样慢慢涂的，它就是笔刷嘛。对。但我们通常可能会选这种面涂色的方式。对。那这边就有这个聪明填入 Smart Fill 嘛，就可以在这边用面涂色的方式，比较快速的达到我们的分色的效果。OK。这感觉起来有点像是你在用 Photoshop 的时候，它有一个智慧运算的方法。那如果 Pocket 的话，就是基本上把剩下的大块的地方都可以做颜色调整。那我们在这边，如果我们把这个颜色就调成橘色好了，那右键一按，你会发现黑色的其他地方都会全部变成我们刚刚选的这个颜色。OK。对啊，所以那是他的眼睛哦。好，可以吧？我是灵魂细化成。好。那我们再选择第3个颜色，我们刚刚选好的红色。那我们想要让它加一点红色的围巾，在脖子这个区域这样。那你可以选择用画的，或者是用分色的，对。然后这边一次会出现这么大一块，是因为我们这边的角度调的有点大。对，当你角度调的越小，它可以选择这个范围就会越小的。没错。OK。多一点。这样 OK 吗？有一种维尼兔的感觉。维尼兔 OK。好，那个角度要看感受。OK。好。所以现在原本一个单色列印的东西，你丢进来就只有单一颜色，但是经过我们随便一调，这只兔子又重新赋予它新的生命。对，它会担心说会不会只是上在表面，所以我们就先切片看结果。对，那这边有讲它切片其实也有优化，它切片是变得更快了。他说跟往常比起来，速度快2到4倍了。对啊。OK， 那你切片一看，发现刚刚画红色跟黑色的地方，确实是变成那个颜色。对，那这时候就要看一下它有没有切进去里面。
我们移动一下，我们往下一看，发现它其实不是只有表层啊，是里面连带有一些部分都跟着一些。它会帮你算好这样。对，这样其实还蛮好的，算蛮人性化的吧。对啊。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其实我们等一下会放一些它那个连接在下面，大家可以去看原版的教学是怎么样的。对，那就算你没有 MMU2，你也可以用这个玩玩看，也不错。OK， 这是第一个功能。对，那我们先告别这只兔子。好，因为第二个功能我们要操作还是要这只兔子，但是因为你不同系统在一起的时候会有点打乱掉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换一个就是换一只全新的兔子。 OK， 那我们以前有教过分层列印嘛，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是在MMU 的情况下，那做分层列印的话，一样，首先第一步就是先切片，分层，切片完之后，我们想要分层，让它在特定的高度变成我想要更换的颜色。这时候你按旁边的加号，这时候你就可以选它想要更换颜色的级数计。OK， 对，所以你看这边就分成造出了第一个颜色。那没错，下面会是黑的，是因为我们的第一个颜色是黑的嘛？对。那如果我们今天在这边再换个颜色，对，然后变第5分哦，那可以发现我们上面的颜色就变这个样子。OK， 对。所以如果你现在是分层列印在 MMU 的情况底下，你是不需要等它停了之后，你隔天再来换颜色的，它是会直接帮你跑完的。对，只要它顺利的话。那另外的话，这边还有一个很酷炫的功能是，你点开旁边的小齿轮，彩虹嘉年华，它会有一个彩虹配色，那你可能可以调一下你自己喜欢的高度，然后怎么样之类的，对，然后按 OK， 然后就可以帮你分层。那这就有点复活节的感觉，就是你的那个，它会帮你做彩绘。没错。那当然，以这只兔子来讲，是真的蛮难看的。但你如果用的东西是比较装饰类，譬如说花盆啊，或者是铅笔盒啊、笔筒啊，可能会好看很多，就充满艺术或者是图腾风格这样。那你也可以不要那么多颜色。对，你可以用2个色、3个色就混了，没有比较好看，但是它就是这个感觉啦，对，就是这种感觉啦。没错，然后这边你也可以调，假设是5公分，3个颜色，类似不同的参数会造成不一样的结果。对 ，OK， 那这是今天介绍的第2个功能。对，那第3个功能呢，我们一样先请离这只兔子。那我们再把这只兔子叫回来。没错，兔子3号。没错，那我们这次用的功能是这个加上绒毛。绒毛。这个绒毛的功能其实就是以前我们看 Cura 这个功能就流口水，他说为什么Prusa Slicer 上没有？那今天如果你要帮这只兔子加绒毛功能，对，一开始你可以先在猎鹰设置里面轮廓这边有 fuzzy， 直接打开，直接点开，那我们整只兔子都会是绒毛的感觉。但这样子的结果就不是很 Prusa， 因为 Prusa Slicer 就是要有可操作性，所以如果我只想要它局部，譬如它的屁股有毛，在 Prusa Slicer 上也可以做得到。OK， 所以今天如果整只都是有毛的，那我们想要让局部无毛的，哦也可以。好，那我们就局部。啊，那不要屁股好了，我们换背或换头之类，换耳朵，就屁股好了，就屁股好。我们添加修饰器。好 ，OK， 不是添加支撑什么的，是添加修饰器。然后我们加一个球球。好，球球在屁股的位置。上面，那是脚。添加修饰器的意思就是在这颗球球的范围的位置里面，会变成你修饰器的参数的这个情况。对。好，就大概一下。好，修饰器添加完之后，我们帮这个修饰器按右键，然后添加设置。这边有一个 fuzzy， 对，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个位置，我们就把它点开。我们看得到这边已经开启了嘛，因为我们刚刚已经点整体开启了。对，那我们就在这边把它点成无。好，那我们就切片吧。我们看看它会变成局部无毛。好，那就在屁股的地方干净没有毛。真的。那这样的话就是一种有 Prusa 感的切片方法，就是局部修饰。真的。好 ，OK， 那这是它的第3点。那我们要介绍第4点，就是减法。这期很漂亮。对啊，这期还不错。那减法的话，应该是可以直接在上面操作。那我们这些兔子就先不铲掉了。那我们就直接再添加一个新的东西。好，那我们先把它放大一点好了。
好，假设放大了一点之后呢，我们今天按右键，在你的物理上按右键，你可以看到除了添加修饰器什么之外，这边还有一个添加 a negative volume， 应该就是负的体积，就是体积，等于添加一个剪刀啦，把你东西剪掉的感觉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想要假设添加一个 recycle 的这个标志在这边，对，让大家知道说这个东西是要回收的。对对对。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是我们刚刚添加出来的这个负的向量档。对。那我们可以先按右键，再把它镜像。对，要先注意一下，因为你是贴在底部，它是反过来的，所以我们先镜像之后呢，就把它放到这只兔子的屁股上，就腹部上。好，就放在这里。好。那放好之后，这样看起来好像没什么改变吧？对，那一样要切片。我这可能支撑，你看把支撑关掉。对。再切一张。那你就会看到，你放进去的那个切片的地方，它就会被剪掉。那这样的话其实就很方便，就是说你以后如果你已经有个固定的图腾，会一直出现在你的每一个列印件上，你就可以先把它设进至它的 gallery 里面。然后你就一直把它叫出来，扣掉就好了。就挖个洞，对。那这个其实它的好处，这些功能其实在一般的3D 软体里面都可以操作啦。它就是一个不灵的减法运算。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已知的，就你今天是拿一个你已经知道的一个物体，就你今天下载了 STL 档，但你要做修饰的话，这点可能就会比较难。那这个地方它就是让你在切片软体里面操作。像我这边随便塞一个东西进去，再切片，它那边就会被剪掉，就被挖一个洞，对，就会变笔筒。对，你就不需要特别再拿去软体里面修改。对，这就是它这一次更新里面我们觉得特别重要的4个点。没错。那它其实还有很多功能，那我们会把它的影片完整的网址放在下面。那如果大家看了有兴趣，或是有哪个地方看了没看懂，那你也都可以留言或者是敲完我们接下来的影片。没错。那我们这次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我们的影片一定要怎么样？按赞、订阅并分享给小白老师。那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，拜拜。